在湖北武汉呢玩了4天，不吹也不黑啊，说几句肺腑之言，和想象中的确实不一样啊。我现在来的是武汉非常有名的地标性的建筑——武汉光大楼。可以看到我左右两旁都是那种历史建筑，因为曾经这里就是租界，所以你能看到很多那种老式的洋房。然后这边呢有很多人在和这个大楼打卡拍照。来武汉给我最好的印象就是武汉的交通非常方便，基本上不用打车，坐地铁呢就能去你想要的任何的地方，包括像那种景点都是可以地铁直达的。这在别的城市都要坐大巴或者是坐那种专车，费用的话就节节攀升了。但在武汉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不用带多少钱都能够玩得很开心。而且武汉很多景点像东湖只要你不去里面玩什么过山车、游乐场的那种乐园里面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黄鹤楼呢，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登，因为的话，这黄鹤楼都是那种重新改造的，你可以在外面拍照打卡，当然土豪随意请随意。不过我觉得呢，来武汉不来黄鹤楼等于白来如果第一次来的话，还可以考虑进去试一下，毕竟的话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据说黄鹤楼里面还有那种直梯呢。反正我是没有去过然后看一看这座大楼武汉光大楼上面呢有一口钟每到准点的时候都会在里面敲钟，特别的震耳欲聋下面游客在这个时候都会和它纷纷拍照留念打卡。在武汉街头呢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我感觉呢完全不输像四川重庆那边都是比较养眼的因为武汉这边有很多大学生所以年轻人特别多。我去过上海的那个步行街总感觉那边的人都比较中老年化，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少吧。看一看这边的酒店都非常的高级到武汉的酒店居然长这样，美伦国际酒店这里面住一晚上应该不便宜吧？毕竟旁边就是武汉光大楼，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特别的多还有人在网上说武汉这边的消费比较高，说实话我来了一圈逛完之后呢，我发现武汉这边的消费真的很亲民，除了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商场里面的饭店基本上都是很便宜的。人均吃饭的话，一个人吃饱的话50块钱都可以管饱，2个人100块钱，而且吃得很好。说实话，武汉这边很多美食，像热干面之类的，在我们那边之前老家那边呢，吃一碗都要10几块了，在武汉这边就5块钱，你还可以加分量的，多1块钱可以多个1两2两，好像是大碗的，吃起来真的是那种红油又有劲说实话，在武汉玩了4天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武汉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太多的那种老的景点，而且武汉这边对游客呢非常热情，经常问路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热心市民带你帮你或者是给你指路真的不得不说，武汉人说实话比上海那边人就是说友好多了。上海那边人都是看起来低调，其实有点排外但武汉这边人呢，我就感觉接地气。之前呢就听说武汉人说话粗鲁，十分不好相处。后来我在网上一搜，经过了实地的交流之后，才发现武汉人并不是说话粗鲁，而是因为靠近长江，有码头文化，有一种江湖气息，非常接地气，而且武汉人也豪迈。我感觉在武汉的生活也比较惬意说实话，如果在这边长期定居生活工作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的，因为武汉现在房价也比上海便宜很多。像市中心周边的江汉路周边的房价也就1万5左右，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地铁也很发达，而且武汉的未来还有很多地都没有开发出来。我相信呢，那种竞争力应该是比上海要小得多，毕竟人口摆在这里。武汉好像市区人口是1100到1200万，上海大概到2000多万了。说实话，那边的竞争压力翻了1倍。不过上海那边的晋升空间应该更大一点，因为毕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个直辖市与国际接轨的。你看看这边好多人在这边呢，应该是和那个猫合照，好大一只猫，好大一只猫，好多人在这里拍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只猫长得像头老虎一样的，好漂亮这个浑身的毛都比较舒坦猫是真的爱干净你看这个银行都好霸气这么高一栋，应该楼下呢才是银行，楼上的话是写字楼。说实话，在武汉玩了这么久整感觉的话就是武汉人非常接地气，武汉的发展也很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你们来过武汉吗？对武汉有什么印象？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也希望你们能够来武汉看一看。